肺癌不只是咳嗽，如有这4种表现，尽早查查肺，可能是癌症前兆，真是让人头疼。张伟揉着额头，感到空气仿佛变得稀薄。他是一个普通的银行职员，平时生活规律，却近期发现自己上班时频繁咳嗽，甚至出现呼吸困难的情况。张伟赶紧去医院进行检查。这时，医生李华走了进来，对李华说：“咳嗽和呼吸困难可不只是感冒那么简单，我们得深入检查。”检查结果出来后，医生说：“你的情况不太乐观，但也不是不治之症。你的症状其实是肺癌的早期征兆。”李华继续说：“肺癌早期是有很大治愈可能的，而且你知道吗？肺癌的原因有很多，不只是吸烟这么简单。”张伟好奇地问：“还有什么原因呢？”李华说：“比如说你的职业，银行工作压力大，经常加班，生活不规律，这些都可能导致免疫力下降，增加患肺癌的风险。”张伟有些惊讶：“我还真没想到这一点。”医生继续说：“还有，生活环境也很重要，比如空气污染、被动吸烟等，都是潜在的致癌因素。”张伟点点头，表示理解。李华接着说：“其实对于肺癌，我们有很多研究，例如一个最新的研究显示，长期处于高压环境下的人，患肺癌的概率比常人高出30%。”张伟听得目瞪口呆，他没想到自己的职业和生活方式竟然与肺癌有这么大的关系。接下来，李华又详细解释了肺癌的其他症状，比如持续性胸痛、声音嘶哑、反复发烧等。这些症状很多人都会忽视，认为只是小问题。李华叹了口气。张伟此时已经听得津津有味，他问：“那我现在该怎么办呢？”李华说：“首先要调整生活习惯，保证充足的休息，其次要进行定期的体检，及时发现问题。”张伟感激地说：“谢谢你，李医生，你的建议非常宝贵。”临走时，李华突然问了一个看似与肺癌无关的问题：“你知道吃蔬菜和水果与减少肺癌风险有关吗？”张伟摇了摇头。李华笑了笑，开始详细解释，这对预防肺癌非常有帮助。张伟没有想到饮食习惯也能在这么大程度上影响健康。李华的这番话不仅给了张伟一个全新的视角，也让他意识到保护自己的健康需要从生活的方方面面做起。张伟决定从饮食习惯开始改变，每天坚持吃足量的蔬菜和水果，同时他也调整了工作节奏，尽量减少加班，保证充分的休息时间。几个月后，张伟再次去医院复查，李华看住检查结果，满意地点头：“你的身体状况有了很大的改善，看来生活方式的调整确实有效。”张伟笑着说：“是的，我感觉自己整个人都轻松多了，不仅身体感觉好，连心情也变得更加愉快了。”李华接着说：“这就是健康生活方式的力量。除此之外，我还想和你分享一个我们最近的研究发现。”张伟好奇地问：“什么研究？”李华说：“研究发现，持续的心理压力也是导致肺癌的一个重要因素。心理压力可以导致身体的炎症反应，长期下去，这种炎症反应可能诱发肺癌。”张伟惊讶地问：“那怎么减轻心理压力呢？”李华笑着说：“其实方法很多，比如进行适量的运动，保持良好的人际关系，进行放松训练等。关键是要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。”在一次健康讲座上，张伟又遇到了李华，他兴奋地告诉李华自己的改变。李华听后非常高兴，他说：“你的故事非常鼓舞人心，我想问你，你有没有想过，这样的生活方式改变对你的家人和朋友有什么样的影响？”张伟审思了一会儿，然后说：“其实我家人和朋友也受到了我的影响，他们也开始注重健康生活了。”李华点点头，微笑住说：“这就是你改变所带来的连锁反应。健康的生活方式不仅能改善个人的健康状况，还能影响周围的人，从而形成一个更加健康的社会环境。”肺癌的形成机制是一个复杂的过程，涉及多种因素，包括基因变异、
环境暴露、生活方式选择等。以下是对肺癌形成机制的科学解释。一、细胞的基因突变。肺癌起始于肺部细胞 DNA 发生变异，这些变异可能是由于外界因素如吸烟、空气污染或内在因素如遗传易感性导致的。DNA 中的特定基因，如癌基因 oncogenes 和抑癌基因 tumor suppressor genes， 在正常情况下控制细胞的生长和分裂。当这些基因发生突变时，它们可能失去控制，导致细胞无限制的增生，形成肿瘤。二、致癌物质的作用。吸烟是肺癌最常见的原因，烟草中含有多种已知的致癌物质，这些物质可以直接损害肺部细胞的 DNA。除了吸烟，空气污染、放射性气体如氡气、职业暴露如石棉镍、铬等重金属也是肺癌的风险因素。三、慢性炎症的角色。长期的肺部炎症可能增加肺癌的风险。慢性炎症可导致组织损伤和修复过程中的细胞异常增生，进一步增加突变的可能性。炎症过程中释放的自由基和其他化学物质可能对细胞 DNA 造成损害，促进肿瘤的形成。四、免疫系统的影响。免疫系统在监视和消除癌细胞中发挥关键作用。当免疫系统功能受损或抑制时，癌细胞可能更容易生存和增殖。一些研究表明，肺部的微环境，包括免疫细胞的类型和状态，可以影响肺癌的发展和进展。五、上皮间质转化 EMT。上皮间质转化是一种生物学过程，其中上皮细胞获得间质细胞的特性，使它们能够迁移和侵袭组织。这一过程在肺癌的转移中扮演重要角色。六、微环境和转移。肺癌的生长和转移还受到其周围微环境的影响，包括血管生成、肿瘤新生血管的形成、肿瘤周围的细胞和基质的交互作用。这些基质的相互作用导致肺部细胞从正常细胞转变为癌前病变，最终发展成肺癌。科学家通过了解这些过程，开发了针对特定分子标记的靶向治疗和免疫治疗策略，以更有效地治疗肺癌。关于引发肺癌的病因，您有什么看法？欢迎评论区一起讨论。